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的3月4号，星期二。那么今天呢，我还是和大家聊一下美国的股市啊。最近美国的股市跌得非常的惨。那么我呢会聊一下我具体的一些看法。我的看法是对的还是错的呢？这个并不重要啊，主要是就是我们需要有很多种不同的看法，对吧？那大家看了就是不同的看法，才有一定的收获啊。那么我还会聊一下那个黄金啊，还有这个数字货币比特币。那最后呢，我还会讲一讲，就是我在这样下跌市场下跌不好的这个行情当中，我是怎么规避风险的。并且呢，就是我怎么样获利了30%啊，就在这种不好的行情当中，怎么样规避风险，怎么样找到获利的机会啊，我会具体讲一讲。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听到最后。我说的这个只是分享我个人的对这个市场的一些看法和我的一些想法，所以是不构成那个投资经验的，不构成那个投资指导的啊。就如果因为看了我的视频导致亏损了什么，这个跟我没有关系，这是免责声明，我要先说一下啊。那好吧，那就开始吧啊。因为我是没有完整的去写个什么稿子啊，所以我说的可能要思考一下啊，这个请大家谅解啊。首先呢，就是我要先讲一讲那个2月28号那一天。2月28号那一天呢是星期五啊，有一个重大的事情，就是川普和泽连斯基在白宫会谈。原本呢是要签署一个矿产的协议啊。那这个矿产协议呢，就关系到俄乌目前的战争的局势啊，走向和平的这个进程。那么我之前我录了几期视频，我也说的啊，就我的判断，我觉得这个和平的进程呢，应该是在6个月以上啊，会走向和平，就俄乌战争。那么原本呢，我是认为在周五这个矿产协议应该会签署的啊，因为之前那个川普反正对那个泽连斯基啊，用他一贯的这种谈判的方式，对吧？就极限施压呀什么的，反正一会儿在那个什么自媒体上就说他呀，就各种各样的形式吧。我觉得泽连斯基应该面临一个挺大的压力的。但是呢，就周五的这件事情呢，让我觉得呢，就是川普真的是小瞧了泽连斯基了啊！就这个，他绝对不是只是一个什么小小的什么喜剧演员之类的啊。并且呢，我觉得反正站在我的角度上，我觉得是有些过分了啊！我觉得这个是有些过分了，好吧？那么，泽连斯基啊，在跟川普的会谈当中呢，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当时川普说了一句话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就是他说你是想引起第3次世界大战嘛？他反正把这句话说了2遍，我记得。那么这句话呢，其实对市场的影响是巨大的啊，这个是我的分析，我的判断。因为首先就是川普是现在的美国总统嘛，对吧？他密切的就是关注的这个局势。第二呢，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有过这样的一种预测，对吧？就他们肯定是有这样的一种预测啊。那么现在从现在来看呢，就后来这个泽连斯基就离开了美国嘛，又去了那个英国，对吧？英国反正又来了欧洲啊，又在欧洲又开了会啊什么的。那么现在反正这个和平的进程肯定又需要一段时间了，对吧？就现在就讲不清楚。那么川普的这2句话呢，我觉得就2遍
第三次世界大战，我觉得这个对市场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就是他这样的一个说话吧，我当时觉得这样的一个风险很高，我就在那一刻我就把那个做空的那个黄金的2倍做空黄金的ETF， 我就把它给卖掉了是赚了7、8个点，大概我就卖掉了，在周五。那今天和礼拜一，对吧？就这2天，黄金砰一下就涨上来了。所以黄金涨上来，很大的关系就是俄乌谈判这个进程，就是被拖延了，或者说就现在对前景不清楚，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黄金立刻反弹上来的一个，我觉得重要原因之一啊。那么我觉得就是对未来这个判断呢，其实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一定要谨慎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战争就是我今天又看了一些这个泽连斯基反正来欧洲这边，这个德国的一个什么会，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反正现场还是很感染人的就是说的很鼓舞，所以对战争这个情况，当然我们都是希望和平，对吧？但是并不知道会怎么样，对吧？也有可能就是真的就会战争最坏的情况我们也要想到，就是那么这个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那个巴菲特巴菲特，我昨天还是前天我也做了他一个节目前天吧，我说那个巴菲特现在手里握着很多现金，对吧？那市场上又关注到他了。其实巴菲特最近他又接受了一个采访，这个采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我给大家就是稍微讲2个重点。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呢，他说4号呢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25%的关税那么股神巴菲特他现在呢他就站出来说话了他说川普加税的这个行为等同于战争行为那么94岁的巴菲特呢，他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频道CBS News 的采访他就问到了川普的贸易政策，他表示呢，他说这是原话他说实际上我们对关税有很多经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这是一种战争行为。那么记者呢，他又问巴菲特对总体经济状况的看法那巴菲特说他说这个是世界上最有趣的话题，但是他拒绝进一步评论但是呢，就巴菲特他现在自己的这种投资的策略，对吧？他是手里囤积了大量的现金他就等待着这个机会。那么我想说的是呢，巴菲特他为什么说他说这个等同于一个战争行为？正好就是前天吧，有个网友他问我，他说巴菲特为什么不做空那我就借机会先回答一下。其实巴菲特他有没有能力做空？我认为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尤其是越是到他资金雄厚的时候，他越是有这个能力，对吧？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跟他长期的一种理念有关系，就他是长期的，是一种比较稳定、长期着重这种就是低估值的但是呢是有价值的价值投资，对吧？所以他依赖这种方式走向成功接近神话，那么他不会去违背他的投资理念，对吧？因为这个我们都应该是能够理解的这是第一点，就是习惯问题信仰问题。第二点呢，就是像巴菲特这样的，因为他已经是一个超级成功的投资者了，是吧？全世界都是家喻户晓的。但是你做空股市做空股市就等于说我比如说看空这家公司，我要去买它跌，对吧？
我不是看好它，看好它我是买它涨，做空我是买它跌。那么做空这件事情本身对社会来讲，它是就没有什么好处的，是吧？它是一个损害公司的一个行为，对吧？就你做多这个股市，那么这个市场是越来越繁荣的。你做空这个股市啊，做空这个公司，其实是把这个公司带到一个不好的一个情况。那当然就是可能你自己如果做对了，你就获利啊，但是你对别人是不好的，这不是一个就是说负责任的啊一个成功者的一个形象。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巴菲特这么成功的人来讲，对吧？那他肯定有注重社会的责任感啊，或者什么啊，他当然就是不想有这种对他不好的评价，是吧？所以啊，就是我觉得他是不太会去做空的啊，他最多就是说在市场很疯狂的时候，他就等待机会，等到大家都这个股市跌得很厉害了，然后他进去抄底，对吧？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啊，但是他不会说主动的去把这些公司去做到市值很低啊，然后再去就满足他自己的利益啊。那么巴菲特啊，他说这个等同于战争行为，这个是在就是3月份的事情啊，就川普那个白宫那个事件是在2月28号，对吧？这个是3月份的事情，就是前2天的事情。那么这2件事情呢，放在一起了啊，我觉得对市场来讲呢，就是加重了啊这样的一个就是往不好方面去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因为像周一股市也跌得很厉害，对吧？那些我们知道的什么特斯拉呀、什么英伟达呀啊这些股票啊都跌得很厉害，就美国的这些权重股都跌得很厉害。所以呢，就是巴菲特的意思啊，就我自己的判断啊，我也不一定说的对，就是俄乌战争这件事情还没有平，对吧？就还没有结束。然后关税这件事情啊，又等同于是一个战争行为，就他把这个事情给定义了啊。如果就是一般的媒体他去说这个是什么贸易战啊，什么关税战啊，这个因为这个媒体大家有时候也觉得会放大很多东西，但是巴菲特他是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话，还有他现在手上的这种就是筹码，对吧？他现在掌握那么多现金，大家看了他的动作，又看到他说的这种话啊，就像我现在，我如果看他说这种话，我就不想去抄底了，对吧？我就觉得我会恐惧，是不是啊？那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市场有一些过度反应的一个点啊，就是他说了这个等同于战争行为，那么再加上就是俄乌战争这件事情又是和平又往后拖延了，然后呢，就是中东那边啊，就以色列那里好像反正又有些什么问题，那么种种的这些因素吧，再加上就是这个星期啊，就3月份第一个星期，马上又有很多重磅的美国的数据啊，像非农啊、就业，对吧？这些数据都要出来了。那么所以呢，在这个市场呢，我觉得要看一看啊这个星期的一个数据，在这个星期这个数据出来之前啊，那我觉得我们只能就是说去耐心的等待，或者说看一看一些比较就是在这种价值比较被低估的啊这样的一些好的优质的股票啊，我觉得能够去看一看，对吧？那么啊，这个是我觉得就市场它低的这个原因啊。当然了，就有些新闻说的也没有错啊，就是说川普要搞关税战了什么，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巴菲特就是他突然现身了啊，反正连续这段时间出来的挺密切的啊，我觉得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好吧？当然不一定说的对啊，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看法啊。那么再说一说啊，就是具体的
我前面说的，我要说一个案例啊，就是我自己怎么在这段风险很高的一个时间，我是怎么去操作的啊，然后并且获益30%的啊。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看过我之前的几期视频啊，就闲聊投资理财的什么的。我在这个当中呢，我一直说啊，我说一个就是现在啊这段时间，我觉得川普上台以后呢，肯定啊这个股市会向下跌一段时间的啊。那么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觉得股市它肯定是要先跌啊才能再涨起来，对吧？它不可能说垂直它就往上涨，它没有下跌的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盈利的逻辑，对吧？就没有人愿意会过来给你发钱的，每个人进股市都是想赚钱的，是吧？所以呢，就是这种下跌啊，有时候我们要去理性的去看，就不能就是说我们脑子里面就充满着啊，美国的股票就一定是拼命会涨，永远不会跌，一定会涨的啊，这种思路我觉得是危险的啊。那么在之前啊好几期的视频里面我已经说了啊，我觉得就是股票首先会先下跌啊，然后呢才会开始涨，但是呢这个当中呢就是又会有反复，对吧？因为行情肯定会要有震荡的嘛，所以呢，就是我当时同时关注了几个股票啊，那这段时间呢，我获利的啊一些股票，像比如说像那个英特尔啊，英特尔在18、20块左右的时候我就去买了，对吧？这个我之前都说过了。然后呢，一个是天然气啊，就是那个双倍看多天然气。双倍看多天然气，这个里面我说过，我买过2波啊，然后呢，在这2天呢，我又做了第3波啊，还有呢，就是那个看空黄金的那个 ETF，对吧？这个我都说了啊，就在前一段时间啊，其实市场已经不是很好了，因为我对那些英伟达呀或者那些什么特斯拉，我都知道它是在一个高位的啊，我觉得就是肯定会下跌的啊，在我的想法里面啊，那么我就不太敢去买这种高估值的股票了。我一般呢，我会去买一些低估值的，像比如说像英特尔，对吧？我觉得它低估值了啊，这是个好股票，那么它有它的价值啊，所以我就去买了。然后呢，英特尔那疯狂就涨了一波，涨了一波以后呢，等到它新闻出来了啊，就说什么市场上什么台积电要跟英特尔怎么样了，这个时候我就把它给卖掉了啊，我就把它给卖掉了。然后呢，就是我又买了那个天然气啊，天然气这个当中也是2波啊，我之前也说过的，就是我从50多买进去，然后涨到70我卖掉，后来又下跌到50多，然后我又买进，然后到了60多我又给它卖掉，然后呢，我就当时说，我说这个天然气应该会到100以上啊，这是我的一种判断。那么后来呢，就是在上周五呢，就是我卖掉了那个看空的黄金的 ETF，因为上周五其实那个股市的行情已经不是很好了啊，已经是下跌的很严重了，所以呢，就是我不看好那个这些股票在这周会有继续的一个好的表现，就是尤其是周一周二啊，所以呢，我就卖掉了这个黄金的 ETF 看空的啊，那过程当中反正我赚了7%差不多，然后呢，我又看这个天然气啊，因为这个我的思路是这样想的，就现在如果是去买那个股票是不敢的，对吧？因为下跌的太严重了，这个跌势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说实在的，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那么天然气啊、ETF 这些东西呢，当然我觉得我承认天然气有些运气的成分啊，但是因为我之前就判断它，我认为它会涨到100以上的，对吧？所以我有这个胆量去买。那所以天然气它一回调到70多、80左右，那我就去买了啊。那么现在啊，我们看一下啊。那么现在这个
双倍天然气呢已经是102了啊。那么在这两天就星期一到星期二啊，它连涨2天，涨到了30%以上啊。所以就是这个呢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怎么说有运气的一个我个人的案例啊，就是在股市如果相对来说比较不好的时候呢，也有一些选择，对吧？就是看看能源，看一看什么贵金属啊、能源啊、外汇啊这些东西，对吧？当然我不是指说要加什么杠杆去做啊，我像这种ETF 的啊基金什么，我认为相对还是比较安全的，比较稳定的，对吧？并且呢，其实它发起疯来啊也挺厉害的啊，你看2天涨了30%，那么其实从第一次到第二次一直到现在，其实已经在这个上面就赚了差不多有40-50%了，对吧？啊，我就随便说说啊，对吧？那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思路吧，对吧？就尤其在这种就是行情不好的时候啊，我觉得还是要多去看一看，不要去死守那些就是你印象当中觉得很好的股票，对吧？还有就是啊，就是这个时间，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抄底的时间啊。其实现在有很多声音说要抄底英伟达，要抄底这个特斯拉啊，我觉得还是要再看一看啊，因为有很多东西还是不明朗的时候，并且现在还是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是在是一个下跌的过程啊，好吧？那再说说数字货币，对，数字货币，我觉得就它还是下跌了，对吧？然后又有反弹了，反弹了也挺厉害的啊。就是这个它的特性就是下跌反弹，下跌反弹，就是这种上上下下幅度很大的嘛。但是呢，数字货币我觉得受影响的也是啊有2点，一个就是什么那个跟川普说的那个什么第3次世界大战啊，或者说巴菲特说的这个环境啊，我觉得有问题，对吧？就这个都对他来讲不是一个好的事情。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数字货币呢，我觉得好像什么川普要说什么有个什么关于数字货币的会啊，在这周还是3月份啊，是不是有一种就是不确定性啊，或者说一种利好啊，提前的就给它释放掉了，对吧？因为我们看看那些就比特币啊，要说它跌的厉害，也不算特别厉害，对吧？差不多跌了30%，但是其他的那些币啊，都跌的已经惨不忍睹了，对吧？所以就是我觉得，我还是维持我对数字货币的一贯的看法。就比特币如果跌到5万块以下，我是会去买的啊。然后在以上的话，我都不太会去看，因为它这个不是一个长期能够，就现在的这种价格都不是一个长期能够持有的价格。我个人的投资的方式，我更愿意选择那种就是比较，就是我比较相信巴菲特啊那种价值投资，好吧？那今天就说到这，我喉咙都哑了啊，好吗？谢谢啊，谢谢。